大家好，我是扫雷声。今天比较严肃因为我有个重量级的消息，很多装睡的人也应该要醒醒了。如果你还在烦恼你的同事、同行，就是那些小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那我告诉你，不用烦了，因为你们很有可能都要被淘汰，而淘汰你们的是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在千里之外的程序员。马云大家都认识对吧？当年整个实体零售批发的行业就是在一夜之间被他的阿里巴巴瞬间淘汰。那些当初把自己的领域做到极致，以为就可以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实体店，现在全部灰飞烟灭。但我今天想说的不是马云有多牛，在我看来，当初的马云也只是一把刀因为马云只占了阿里巴巴 5% 左右的股份，真正掌控全局的是背后窝到的那个资本家，也就是最早给阿里巴巴投资的 SoftBank， 他们的老大孙正义。马云说句不好听的，也只不过是为孙总打工，因为 SoftBank 持有了阿里巴巴大概1/4的股份。不止这样，雅虎和 Uber 等等知名的企业也是这位孙正义的。这个人呢，从来都只是把资本玩弄到极致，让别人把东西做出来，然后自己占为己有。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如果你达到开悟觉醒的层次，你就会意识到，在我们看来，钱是没有价值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花钱简简单单的就把人家的结果买下来，而这些结果才是最有价值的。那有没有机会知道这位孙总在未来5到10年会有怎样的布局呢？他会参与什么投资以及项目呢？有一些真相大家还是越早知道越好。孙正义在未来只会布局一件事，就是人工智能。而其实不止这位孙总，全世界的资本家都在默默的搞人工智能，无一例外。因为这些已经衍生到政治的层面，未来谁能够掌控人工智能的技术，谁就能够控制这世界。所以你可以发现这虽然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了，很多人也就听听罢了，但在我看来，这绝对是我财富的资产提升一个级别的机会。同时我也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最多5年，大部分的行业就不需要你这个人摆放在这了。换句话讲，这些行业的利润就会自动的放大，同时有一大部分的人将会失业，而且都是最常见的职业。所以这5年内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什么疫情、金融危机都比不过的科技革命。那有人拥抱了机会，有人不以为然，最终财富就会彻底的转移。那么今天这部影片，我将会告诉大家未来赚钱与不赚钱的趋势行业，还有我的布局，通通的告诉大家。如果你是我的同路兄弟姐妹，可以为我撑腰点赞。而我还需要强调一下，这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真的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你一定要跟我连接，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你知道为什么那些资本家老大都不惜代价的研发人工智能？其实人工智能没有什么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还结合了大数据，这样就可以操控我们的意识、情绪，以至于资本家以前只是玩弄财技去操控世界，现在未来就不是了，直接可以操控我们的决策。你可以这样理解，大数据就是我们平时生活行为的资料。比如说你去购物，你去看电影、看 YouTube、看 Facebook， 甚至你在 Google 搜索资料，你每一次的行为只要能够在网上记录下来，这些就会成为所谓的大数据，然后就会成为人工智能的实物，之后就会通过一个叫演算法的消化系统，把这些实物，也就是大数据拆解分析，然后统计，再跟其他关联资料进行对比，最后就会产生出一个答案。这答案就可以影响到你的决定。比如说你今天开车的那个导航，它就会告诉你这条路是跟你目的地最近的，但这里现在是下班的时间，会比较拥堵，所以建议你走另外一条路。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信，你还是走最近的路，你发现光塞车就耗了你1个小时，那么你下一次就不会做决定了，你就不选择了。这导航让你走哪一条路，你就走哪一条路。OK， 当你的潜意识完全信任了这个导航的时候，有一天它突然推荐你去附近的餐厅走走，或者告诉你附近有一个加油站有优惠，又或者告诉你某一个商场停车不需要钱，那么你就会无意识的按下去，然后就会到那边进行消费。也就是说，这些人工智能一旦结合了商业的性质，是真的可以把一个人变成潜在的客户，而让这潜在的客户消费还非常的容易。因为你的这个导航可以知道你平时会去什么地方购物，喜欢到什么地方吃饭，然后当你出现人类最大困难的时候，也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娱乐的时候，它就会推荐给你不抗拒甚至喜欢的餐厅或者商场，然后你就会无意识的去了。
而就算现在我已经告诉你这个秘密，就是你明知道它会操控你的决策，但这个决策对你来说还真的是最好的决策，最后你还是得去，因为人类是最讨厌做决策的，这是人性，因为怕承担后果。就算我自己做生意，每天都在做比较大的决策，但我也会为吃什么而烦恼，我也会依赖这些人工智能的推荐，因为它真的比我自己还要了解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今天如果你想要把生意做大，你想要很轻松的赚钱，你必须得懂得利用人工智能和演算法，帮你把产品和服务都推送出去。我们常说做生意最怕的不是没有项目，而是说不知道怎么把钱收回来。就说你的产品和服务都很牛，但没有人知道，你的公司也不会有任何的利润。这世界大部分的创业者胎死腹中，就是因为他们不懂营销，跟不懂利用互联网的科技去自动的吸引顾客。那么这方面，如果大家相信我本人创业的专业，我很愿意额外的帮助大家从零开始，在家里面透过我的商业模式去打造一个每个月稳定5位数美金以上的赚钱机器。如果大家需要这个完全是免费的服务，可以在影片下面描述栏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我2022年最新的免费指导课。那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让我们做生意的越来越简单，因为这个世界最赚的是什么生意你知道吗？就是客制化的生意。律师为什么这么赚钱？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情况，然后量身定制一套方案去帮你解决问题。这种鸡尾酒的服务价格都是我们自己开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嘛，所以我要根据每一个人去收钱。律师不可能把每一个官司都统一标价嘛，他不可能每一单离婚的官司都统一收费5万美金吧，他要根据官司的难度、追讨的赔偿，他要耗损的时间，然后对自己律师所的声誉影响，然后再给你报价。而这种客制化的生意，因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就可以应用到各行各业。比如说酒店，你还没有入住，我就可以根据你的消费水平以及消费的习惯，为你定制合适的房间以及服务。再比如说你是卖衣服的，那么客人的尺寸，他最常浏览的衣服，他最喜欢什么元素等等，你都可以提前的知道，就好像孙子兵法一样，先胜而后求战。当你完全知道客人的需求，然后你就可以给他定制一个套餐，你不需要花时间去跟客人一个个的去接触，全部都可以透过人工智能办到。这种就是未来大部分服务性行业商业模式的革命。所以你提前知道，你就可以提前的在其他人还在过渡的时候，抢先的占据这个市场。你觉得很无法接受对吧？其实在很久以前啊，我已经透过这类型的技术自动的买卖股票了。比如说我当初赚最多的 Tesla， 它当时的压力线是红色这一条，也就是775美金，那我就设置只要股价突破775美金，我就会跟随上涨的趋势自动的买入股票，只要跌破775块美金，代表我看错了趋势，系统就会帮我自动的卖出股票。按道理，只要我的系统足够快，我能够马上的买到或者卖出775块的股票，我永远都不会亏钱，我只需要给交易的佣金费而已。那当时我设置了以后，我的系统就自动的帮我买进了 Tesla 这只股票。幸好的是，当时就没有出现洗盘的情况，然后在之后的1-2个月，我也获得了超过50%的利润。其实我之前影片也分享过，那这种就是利用人工智能去操作股票，但我还是都会人手的去监控，因为可能会出现洗盘或者跳空的情况，就是不断的跌破我的止损。但我认识一些比我专业很多的操盘手，他们就可以睡着觉去操作美股，因为他们配合了程序员，利用大数据写了一个 program， 完全不用盯盘，每个月就自动的帮他们买卖股票。当然还是有赚有赔，但长期来看，它的回报率都是正数的。最重要的是完全的被动收钱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以后详细的讲。但我想说的是，就算你对赚钱没有兴趣，就算你打算装睡，你不想把握人工智能的趋势去低成本的创业，但至少你还是得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淘汰，对吧？我以下说的这些行业，我还蛮确定的。根据我的消息和了解，5年后左右就会完全的自动化。那你会是茫茫事业大军中的一员吗？首先第一个还蛮肯定的，就是司机。刚才不是说了，孙正义手上不是有 Uber 的股票吗？他的 Google 还有 Tesla 都在大力的布局自动驾驶的技术，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大家都知道，能养得起车的人呢，至少消费水平都挺高的，但这些人都可能因为交通的事故而导致一无所有。那很快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人工智能可以把交通意外的发生率变成0啊！在国外，自动驾驶的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只是基于道德的问题，美国的法律还是得规定，就算 Tesla 的汽车完全能够自动的驾驶，在任何的时候，驾驶员都要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就好像在战争的时候使用武器一样的道理，一定要让人类来决定是否发起攻击而已。那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已经做到了，当然在亚洲的地区还需要完善。当你有触觉的话，就已经可以看到，就连苹果和小米这些手机的巨头，现在都抢着说要造车。你就知道这趋势已经势不可挡了。而我们可以看到，这自动驾驶的成本也不贵，一次性的付费，永久使用，当然需要维护，但相比你去请一个司机，这钱还是便宜太多了。你比如说出租车的司机、卡车的司机、巴士的司机，都很大可能被淘汰，因为人还会疲劳嘛，人还需要休息嘛。但人工智能不用24小时的待机。我有个美国的朋友刚拿到驾照，然后买了一部 Tesla， 他现在完全不懂怎么倒车入库之类的，他就完全依赖 Tesla 的自动倒车系统，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问题。然后之前哆啦 A 梦不是有一部电影吗？我看了，因为是儿时的记忆，里面有一个桥段我非常的深刻，就是未来的汽车啊，就好像一部电梯一样，你只需要用语音输入你的目的地，然后按一个按钮，它就会自动的带你到达，而且还可以悬浮起来啊。虽然只是卡通片，但其实这已经离我们不远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每一次革命性的技术出现的时候，都有大量的旧职业瞬间的消失。大家看当时的汽车取代了马车，司机取代了马车夫，但这一次的人工智能可能就不再需要人了。所以我非常期待 Tesla 最新的 Cybertruck 面世。我目前会非常的关注他们的股票，但我不会现在买，因为现在股票市场的大盘非常的差。以后有机会我会直接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先订阅。第二个就是银行的普通职员。我以前读大学是读经济和金融的，很多同学毕业以后的工作就是到银行里面当前台的点钞员。我也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的点钞能力确实很牛，非常的快。但问题是，未来还有钞票让他们点吗？电子支付肯定越来越盛行，你看中国内地就知道了。马云另外一个业务就是支付宝，当年很多人都笑这支付宝，对啊，我可以存钱进去支付宝，然后在淘宝买东西。当我想在支付宝把钞票取出来的时候，我可以到哪里取啊？因为支付宝是没有实体线下店的。但我现在告诉你，不用取了，因为在中国内地基本上很少的情况需要动用钞票，都是电子支付的。他们已经很久不再去银行了。你比如说平时他们转账或者发薪水都是通过电子支付的，就算有问题，他们都可以在网上找那些人工智能客服去解决。这叫做互联网的金融。其实这个技术已经在中国内地非常的成熟了，那么我相信其他的地方也会走这条路，这个是银行的痛点。所以各位准备进入大学兄弟姐妹，如果你们喜欢金融，那你们就去学习有关于金融科技的领域，因为目前最缺的就是这类型的人才。其实如果把电子支付这技术衍生出去的话，什么会计啊等等都不需要很多人了，因为新零售行业里面都是二维码了，支付之后啊，它自动就会生成账单了，所以每个月的流水账都是非常清晰的。原来需要5-6个人的会计工作，瞬间2个人就足以完成了。第三就是零售行业的服务生，比如说 7-Eleven 和超级市场里面的收银员。2016年的时候，亚马逊已经在美国的西雅图就开了一家无人的零售便利店，顾客可以直接拿走商品，然后他的那个传感器就会跟踪你这个商品，在你离开商店的时候，就会从你的信用卡或者亚马逊的账户上自动的扣款。那么这个已经越来越普及了，我自己也体验过，真的特别牛。那么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顾客，把这种风气培养成习惯。如果配合刚才说的自动驾驶的系统去送货，还有亚马逊之前研究的快递无人机，从接到订单到把包裹送到，只花了13分钟时间。这些技术配合起来，再加上电商，这些虽然还在实验的阶段，主要在成本控制方面不断推进，但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我相信这些零售或者是配送行业的人事业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快。第四个，大家应该不会受到影响，而我讲这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留意期货的投资市场。我说了，就是大部分制造业的领域，这是最直接受到工业革命影响的。以前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就部署了超过4万台的机器，然后6万多的人就被取代了。原因大家都理解，这些机器人无论是力气、效率和速度都比人手来得更快更准，
你爷爷奶奶的年代，90%以上的人呢都是做制造业的。那现在呢，还有很多人都干这行，因为要负责看管和监控这些机器嘛。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都已经不需要人在监管了，这些机器就会自动的产生一些新的机器。以前我们说不想读书就进工厂，很快能进工厂的都是那些读书很厉害的人了，因为工厂需要的不是劳动力，而是优化机器人的人。所以很多发展中的国家，他们90%以上的人都在做农民或者其他制造业的工作，他们很快就会被淘汰了。俄乌的战争的时候，我不是把我做多粮食和大宗商品的期货策略分享给大家吗？很多人回来报喜说赚了不少，我恭喜他们。但长远来说，如果人工智能的新技术出现，到时候虽然会有很多人被淘汰，但我们的粮食价格就会大幅度的降低。也就是说，有一个瞬间，这类型的期货就会有一波的大跌，届时就是我们做空的时机了。这个我还蛮肯定的，因为你去看罗马，他们拥有了非常先进的智能机器人，同时很多人都失业了，但他们依然还是很开心，甚至非常的享受，因为他们的酒还有面包都是免费的，都不用钱啊。所以我也在关注这些科技发展的最新情况，机会来临的时候我再分享给大家。其实还有很多的行业，如果配合人工智能的话，都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那如果你说5年内影响比较大的这4类真的走不掉了，那如何判断自己的行业未来会不会消失呢？其实大家心里面都很清楚，每次科技革命的牺牲品，大部分都是那些单调的、重复性的，不需要长时间做决策的工作。我看过一份的 New Yorker 发表的报告，他提出一个叫做5秒原则，就是在一项工作里面需要思考和决策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在5秒内做决定，那么这样的工作就很有可能被人工智能的技术所取代了。不动大脑的工作是最有可能被取代的。你想象一下，你自己在公司，就算你为这家公司卖命了很多年，那你是不是随时都可以被解雇？你的工作能不能被刚毕业的大学生取代呢？如果可以，那你这职位对人类的创造性还有经验累积性的要求就非常的低了。然后你还要求你的薪水每年跟着通胀去涨，人家毕业生的薪水都比你低啊！你本来就要靠政治斗争在这家公司活下来，现在好了，你也不需要跟新人斗来斗去，因为这种工作更适合机器人。大家听懂吗？那含金量最高的地方来了，有危必有机。什么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呢？这就要看你有多了解人的本质。比如说我们人类的创意性、互动性、行动性、角色性等等，这些都是人的优势啊，是机器不可取代的。所以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只要需要以上素质的工作，都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所以我看中那些高端的服务业、创意的行业、影视行业、艺术行业等等，人的特性就是我们共情的能力。我就简单点说吧，人工智能是我们人类的替代品，而这类替代品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意识。人的大脑很复杂，我们医学对人类的大脑的研究还是停留在非常片面和皮毛的层次。换句话讲，这些人工智能虽然可以为我们做很多工作，但其实他们也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也只是听我们的指令做事。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我们的助手，就好像钢铁侠里面的人工智能一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以后你想要赚钱，就必须要配合人工智能。你不需要是一个程序员，但你必须要懂得这些东西背后的商业模式以及规律。我常常在创业商学院教我的学生，只要我们知道万物的道，我们就可以衍生出千千万万的术，也就是招式。今天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未来玩的是演算法。就比如大家现在看到我的这部影片，那我是不是需要去研究怎么做一个程序，或者像 YouTube 这样伟大的平台呢？不是啊，我只需要知道 YouTube 背后的演算法，然后只要我可以去配合这个演算法，那么我就可以把自己的影片推送给你啊。所以我自己早就在1年多前布局这一块的领域，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目前自媒体创业是我唯一想到适合每一个人的项目。因为你在 YouTube 建立自己的品牌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啊，你只需要一台电脑和手机就可以接力这个平台演算法，把你的影片免费的推送出去。你做生意最大的花费就是打广告而请销售员嘛，你甚至还有囤货。但这些自媒体创业就不需要，就算失败了，除了时间你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但如果你成功了呢？你赚到了每一个100万都是你的利润。所以，与其你是副业去做刚才的行业，倒不如学习副业去做 YouTube。当大部分知名的明星都在建立自己频道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做同样事的时候，为什么这么低的门槛你不去死磕呢？那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选择了我们创业商学院，因为他们知道我教的东西都是实打实的，我自己亲自实践出来的干货，我会在里面直接告诉你创业需要的一切道语术，做什么题材，怎么做内容，甚至怎么做剪辑、做缩图、演算法的标准等等的细节和商业机密，就算你在这些方面经验为零，你都能够学懂。如果你有兴趣，你一定要透过影片描述上的连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现在除了前期的优惠以外，我还会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的会籍，我会在里面不定期的更新财富自由课程，包括销售啊、地黄书啊等等。我们团队还会为你解读100本书的精华。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 Facebook 富人精英群组，里面几千人互相抱团，互相交流赚钱的第一手资讯，互相认识。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命运，想要跟着我们学习互联网创业，真的一定要把握我们前期的优惠，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取消了。所以以前我父母开车要手动的付费给收费站，但这些年出现了自动的缴费，无数的人失业了，数码相机、MP3、固网电话全都被智能手机淘汰。而刚这些人呢，干了这么多年，他们其他的工作都不会了，那他们怎么办呢？所以人工智能对大家有多大影响，就看你们所在的国家政府他们处理的方法。但我从来不靠别人，也不会去求人家给我保障，因为我只相信历史。日韩以前有多么的发达，现在就有那么多的老人去拾荒当服务生、当门童啊。美国的拾荒者、捡垃圾的有很多都是大龄的教授，所以我深信能够保护自己的只有我们自己。这些人工智能只会越来越厉害，因为配合大数据以后，他们有自我学习的能力。那么请各位问问自己，你们衣食无忧了吗？其实大部分都只是温水里面煮青蛙罢了。就像100年前2次的工业革命，每次都有人装睡，每次都有人把握机会从底层爬上来。如果现在大家还不去张开眼去看世界，还在传播什么躺平族的负能量，如果你还未开始就选择是一个输家，那么你永远都只会在社会的底层，就好像开车一样，告诉你要注意危险，但你其实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当你真正发生交通意外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但这一切已经太迟了。所以人还是要不断的学习，始终要跟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的去校正自己的定位，确保自己始终能够站在更高维度上去思考。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